如果说顾漫选演员真的有一种开挂的能力，那《骄阳似我》里的宋威龙和赵今麦可能就是最让人感到离谱的一对。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演员演角色演得像还不算什么，真正让观众上头的是角色身上的感觉，居然一路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尤其是宋威龙饰演的林宇森，顾漫笔下的林宇森是什么样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嘴上有多冷，心里就有多深情。他可以因为女主不来而生气，可以因为他不记得自己而难受，甚至可以表面上装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到了最后还是逃不过一个字：爱。而赵今麦饰演的聂曦光则完全是另一种画风。林宇森内心已经经历了一场大型情感风暴，而聂曦光可能只需要一句“你是谁”，瞬间让林宇森破防。网友看完之后直接笑疯了，这哪里是爱情剧？这明明是一个男人漫长暗恋之后，终于决定认真追妻，结果发现对方根本没认出自己的故事。而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宋威龙演林宇森，居然真的有一种这个人就是林宇森本人的感觉，不是单纯的帅，而是那种表面冷静，实际上情绪全藏在眼睛里的感觉。很多时候他甚至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突然移开的视线，就已经把林宇森那种我很在意，但我偏偏不说的情绪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面对聂曦光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一个男人的情绪正在发生变化。上一秒还很淡定，下一秒听到他一句话，心态直接崩掉，但脸上还要装作没事。这就是林宇森最让人上头的地方。他不是那种会把我喜欢你天天挂在嘴边的人，他更像是我可以不说，但你最好自己看出来。偏偏聂曦光看不出来，于是整个故事就开始变得非常有意思。林宇森，我等了你这么久。聂曦光，你是林宇森。观众哈哈哈哈哈哈。而赵今麦的聂曦光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的来源。他不是那种一出场就知道男主喜欢自己的女主，他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世界。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身边这个看起来非常淡定的男人，其实心里已经翻江倒海。所以当他慢半拍的时候，观众反而觉得特别真实，尤其是那种只晚了一秒的感觉，真的就是一秒。但对于林宇森来说，已经足够生气了。甚至可以说，林宇森的情绪系统可能是这样的：你多看我一眼，我开心；你少看我一眼，我怀疑人生；你慢一秒，我生闷气；你忘了我是谁，我直接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情到底算什么。网友看到这里也是彻底玩嗨了。有人调侃，麦麦只是慢了一秒，龙已经开始脑补800集。还有人说，这不是林宇森，这是宋威龙本人在谈恋爱吧。当然，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宋威龙和赵今麦之间这种非常微妙的互动感，因为两个人的气质其实完全不一样。宋威龙偏冷偏成熟，很多情绪不会直接释放出来；赵今麦则更灵动更自然，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可爱感。所以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组合。一个人在疯狂输出情绪，另一个人还在状况外。一个人已经走了99步，另一个人还在问你为什么走这么快。这种反差恰恰是骄阳似我最容易让观众上头的地方。而且说到底，顾漫笔下的爱情一直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很多时候真正让人心动的反而是那些非常细节的瞬间，一个眼神，一次等待，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甚至只是对方有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自己。这些东西在现实里可能微不足道，但放到林宇森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对聂曦光的感情本身就是积累出来的，所以他在意的从来都不是那一秒，而是那一秒背后代表的东西。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你为什么没有想起我？你为什么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一直都在等你？这才是林宇森真正的情绪。也正因为这样，宋威龙的表演越克制，观众反而越容易感受到他的情绪。他不需要疯狂大喊，甚至不需要做出特别夸张的表情，
有时候只是轻轻看一眼赵今麦，观众就已经开始自动脑补，完了，龙又吃醋了，龙又生气了，龙又开始委屈了。最搞笑的是，很多时候女主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观众已经提前替林雨森急起来了。这就是角色和演员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之后非常神奇的一种状态。你会开始忘记演员本人，只记得这个角色。宋威龙不再只是宋威龙，他就是那个嘴硬、克制、深情、容易吃醋，但又不愿意轻易表达自己的林雨森。赵今麦也不再只是赵今麦，他就是那个有时候反应慢半拍，却又自然、真实、有自己节奏的聂曦光。而最妙的是，这种人物特质居然和两位演员本身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连接，所以才会出现网友那句非常精准的评价：顾漫是不是选演员的时候就已经看透他们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两个人站在那里就已经有那么强的角色感？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用台词，一个动作就像从小说里走出来一样。尤其是林雨森这种角色，他最难演的其实不是深情，而是深情但不油腻。这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如果表现得太明显，就容易变成霸道；如果表现得太弱，又会失去人物魅力。宋威龙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能够把这种情绪压住。你知道他在意，但他不直接说；你知道他吃醋，但他还要装作没事；你知道他很想靠近，但他又偏偏保持着距离。这种差一点说出来的状态，反而给观众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而赵今麦的存在，又把这种情绪不断放大。因为他的聂曦光不是一个一直配合男主情绪的人，他有自己的反应，他有自己的迟钝，甚至偶尔还有一点让林雨森抓狂的不解风情。于是就出现了最经典的画面：林雨森已经在心里演完一整部爱情电影，聂曦光啊，观众哈哈哈哈哈哈！但别看观众现在笑得这么开心，其实这才是顾漫爱情故事最让人上头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他们之间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次撒糖，而是两个人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你是谁到原来一直是你，从一个人默默等待到两个人终于站在同一个方向。所以骄阳似我真正吸引人的，也不仅仅是宋威龙和赵今麦的颜值，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人物之间那种微妙的情绪拉扯演出来了。尤其是林雨森，他明明已经喜欢到不行，却偏偏还要保持冷静；而聂曦光明明就在他面前，却经常慢半拍。这种组合放在一起，就天然产生了很多戏剧效果。一个负责暗暗吃醋，一个负责完全不知道，一个负责脑补，一个负责问号，最后受伤的还是林雨森。所以网友为什么会说麦麦只慢了1秒，龙就已经开始生气了？因为这句话真的太符合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而这也可能就是顾漫选角最厉害的地方。真正好的选角不是演员长得像角色，而是演员一出现，你就会相信这个角色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林雨森应该是宋威龙这样的感觉，聂曦光也应该是赵今麦这样的感觉。一个克制，一个灵动，一个情绪藏得深，一个反应慢半拍，一个已经爱了很久，一个还在慢慢发现。所以当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观众才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好像不是演员在演小说人物，而是小说人物真的走进了现实。这才是骄阳似我最让人期待的地方。因为我们真正想看的从来不是他们把剧情演完，而是想看看当林雨森真的遇到聂曦光的时候，他到底还能嘴硬多久？当聂曦光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林雨森又会不会已经傲娇到不想理他？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如果麦麦下一次不是慢1秒，而是慢10秒，我们的林雨森到底还能不能忍住？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不能。因为这位哥看起来情绪稳定，实际上早就已经被聂曦光拿捏得死死的。所以说顾漫这一次的选角真的有点东西。宋威龙的林雨森负责让观众心疼，赵今麦的聂曦光
负责让李宇森破防。而我们